二，道之饭喝。原文：道饭喝，其可左右也。成功虽事而弗名有也。万物归焉而弗为主，则恒无欲也。可名于小，万物归焉而弗为主，可名于大，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。以其不为大也，故能成大。白话：道广啊，可以选择；大功告成，却不具有。天下归心，却不善专。不求共鸣，何谓小德？天下大同，何谓大德？所以，圣人能治大同，由于不图其大，才能成就其大。道啊，是最宽广的境界，让人有无限的选择与包容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，却不屈居为己有。天下归心，众人敬仰，却不不断专行，不争名，不练功，天时小德，该让天下归于和同，使天下长治久安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德。所以圣人之所以能使天下达到大同的境界，正因为他不自大，不图大，也因此反而成就了他真正的伟大。这篇文章应该出自夏朝初期，其中的道理似乎是在描述大禹面对着自己的心境。当大禹治水成功，天下诸侯群起拥戴，那么若你是大禹，又会如何选择呢？是功成身退，逍遥自在，还是承担重任，缔造一个天下大同的时代？当然，这是夏朝初期的道法自然名为邦本的道德思维。若换成周代，逻辑就不同了。道法制度而经本思想，就成了礼法思维，想的是如何治天下为己有，如何以制度与贤迈，让天下臣服，使周朝万事不移。但文中第一种选择是成功虽事而弗名有也。作者认为，这样的人恒无欲也，可名于小。也就是说，大禹若是治水之后功成身退，虽然高风亮节，却也只是小的之举，因为天下各国依旧各自为政，洪水隐患仍然很大。若灾害复起，难道再出一个大禹统筹全局救苦救难？而第二种选择是万物归焉而弗为主。作者认为，这样才能名誉大。也就是说，大禹若能成为天下共主，让天下各国归心，使天下长治久安，对后世的影响自然更为深远。夏朝的天下就像一个以夏为核心的邦联，若以现代来看，它的政治约束力大约介于苏联与欧盟之间。但问题是，夏朝究竟是如何维系这样的天下？这才是接下来值得深思的地方。夏朝之所以能够维系天下，靠的不是定理，也不是制度，而是道法自然的道德之治。当夏朝有道，天下诸侯齐心协力，宛如一家；而当夏朝失道，诸侯便失望离心，不吵不会。然而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夏朝反而展现出惊人的韧性。
他不像后世那样靠权力压制，而是以道治理，以德化人，所以才能长治久安，延续800余年之久。那么，不为大也，故能成大，又该如何理解呢？首先，可以将不为大理解为不自大。拿西周来说，西周的天下之所以小，正是因为太过自大。他们贬斥周边诸侯，地势丑化，例如犬戎，在国内大封宗室功臣为诸侯，用于自固，例如鲁、齐，结果天下成了小天下。天下不再意味着全世界，而只是周朝统辖的范围，诸侯也成了小诸侯，因为下、上的诸侯都成了被敌视排斥的蛮夷。这样的小天下也只维系了200多年，小天下崩溃，小诸侯割据，于是乱世延续了500多年。说了不自大、不为大，还有不图大的意涵。例如唐代就是反例之一，李世民凭借武力征服，被尊为天可汗，但唐玄宗却为巩固边防，掌控诸国，甚至扩张版图，而大量设置节度使，这正是图大。结果如何？比西周败得更快，亡得更惨。节度使就像另一个诸侯国，最终爆发安史之乱。此后，唐由盛转衰，藩镇纷纷割据，互相攻伐，让帝国的荣光化为灰烬。让我们更深入地探探，为什么天下诸侯愿意拥立大禹为王？在那个时代，大洪水席卷大地，海平面上升了上百公尺。每逢春夏融冰之时，即使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西海冰水奔涌而下，洪流横扫山川，万国同受其苦。这正是天下诸侯愿意听从调度，甘心推戴大禹为共主的真正原因。他不是靠权力夺得天下，而是以治水之道安民治德，让天下诸侯不得不服。所以大禹是以治水之功赢得天下之心。大禹继承禹舜，因此被称为禹夏。夏朝的形成是因为天下诸侯朝王而起，而所谓的禹其实并非禹朝，它只是政治上的一个实体，并非天下共主。禹原来是指禹舜，因为帝舜将轩辕氏的地位禅让给禹，所以他就代表以皇帝为始祖的轩辕氏，因此后人称禹夏2000余年，其中夏约1200余年，禹约700余年。轩辕氏也就是禹代表的政治实体，属于一种氏族部落，有点像后来的匈奴、突厥人是单一女真，他们的传承方式是亲中选贤。所谓亲中选贤，就是在亲族中选出贤能者，继任为领袖。其实尧、舜、禹都是皇帝子孙，只不过显然没这么亲而已。后人用均等眼光认为的禅让，在尧舜眼中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，所以夏朝应该也是如此。
直到夏朝衰败，夏后朝延续政权之后，才逐渐转为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近亲世袭制度。夏朝虽延续800余年，却未被列入正史，而轩辕氏的武帝也仅是部分被记录在典籍之中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《史记》，其实并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史书。当然，《尚书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等古事在他们之前。轩辕氏与夏朝时期，可能已经有相当完备的典籍记录，只可惜，随着周的搜刮、秦的焚毁、汉的篡改，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文献，往往被刻意销毁、篡改，甚至被彻底抹除。如前所述，夏朝其实类似一个以夏为首脑的政治邦联，在古代，它比氏族部落更集中，但却并非如帝国那样专制邦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它柔而不断，任来能去，才能延连1200余年。包括与来夏朝与德维系的夏后朝在内。也许万物归焉而复为主，正是夏朝得以长治久安的关键。当诸侯服从天下归心却满怀民本思想，才能让众国共荣，百世相承。反观后世的苏联，国祚短暂，或许正是因为太过刚强、太过专制，不但没有容忍共治的格局，更缺乏民本思想的用心。